这节课呢，画一幅4指3开的二乔牡丹。首先我们要调底色，用清水太白3清加胭脂，用毛笔搅匀，然后把毛笔刮半干。调玫瑰红，一定要调得均匀，调到笔的整个2/3的地方，笔尖可以轻轻的拖一点出来，在笔肚子上360度转动笔杆子，让我们整个笔杆子都吸上这个玫瑰红。在调颜色的过程中，我们尽量可以慢一点，多调一会儿，因为多调一会儿，我们笔肚子吸取的颜色会多一点，这样画的时候呢，颜色就更饱满，而且还能多画几笔啊。就像这样来回的滚动笔肚子，使我们这个笔360度每一个方向都吸饱了颜料。因为我们这个二乔的牡丹的花瓣呢较大，特点要画的饱满圆润啊，色泽明亮。花瓣的数量越多呢，层次就更加复杂一点，因此我们在调颜色一定要调出这种深浅变化来，才能体现立体感。再调牡丹红，在笔尖的1/3处，然后我们在纸上定出我们所要画出花头的大小，大概是22公分左右。画第一笔，从上往下滚动笔杆子，形成一个定位花瓣。定位花瓣画的时候呢，一笔不够大，我们可以再补一笔，补的时候可以轻轻的转动笔杆子，让我们这个笔呢灵活一点，让花瓣呢层次更多一点啊。这一层呢花瓣色泽要明亮一点啊，定位花瓣。接着我们要补充一点点颜色，因为我们一般这个笔调的底色呢，一般就能画个2-3笔吧。然后我们继续画，沿着定位花瓣向上画大瓣啊，因为这个瓣来决定我们这个花头的大小。如果想要画大，尽量的向两边延展。接着补充第二笔呢是侧瓣啊，向两边延展。颜料不足的时候呢，要及时补充。我们在脑海中里尽量把它想象成一个圆。画侧瓣的同时呢，要注意花瓣的运笔方向，因为你这个花头要往哪个方向走，那么运笔的时候花瓣就要往哪里走。这个呢，根据定位花瓣，我们就知道花头的朝向是右下方，所以运笔的时候这个花瓣呢是向右运笔啊，要表现出这种花头的趋势啊。画的同时也要注意大小瓣相互配合啊，要想清楚了再画。像这样我们可以继续画侧瓣啊，尽量是下面往上面去包，上面往下面去走。画的时候呢可以慢一点啊，一边画一边思考，可以用很多这种小碎瓣轻轻的下按，然后滚出一个小侧瓣，紧接着补充颜色，接着画侧瓣。那么这个画的是第二层侧瓣啊，颜色比第一层呢稍微的深一点点啊。我们在画左边的侧瓣啊，也是第二层侧瓣。第二层侧瓣的时候呢，要比第一层深一点，用多笔小碎瓣可以相互组成。紧接着补充颜色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补充一点点这个牡丹红，在笔尖的地方画的时候，这个颜色的花瓣要红一些啊，因为是二乔嘛，我们要画2种不同的颜色。那么这个呢，补充了这种牡丹红，笔尖稍微调一点点胭脂就可以，还是继续画反瓣。那么这个反瓣是要把花头包起来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画很多的反瓣朝一个方向去走。画的再补充几笔，继续颜色不足的时候继续补充，
可以由几个小碎瓣组成一个大花瓣。继续补充颜料，画由外向内啊，一层一层的向下走，画侧板啊。这个时候呢，颜色尽量的要有层次感，画深一点啊。笔尖可以稍微的调一调这个胭脂，左右两边都可以画一些这种深颜色的大红瓣。因为是二乔，我们要画两种不同的颜色。继续画侧板，大小相互配合，颜色不足及时补充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继续从下往上推笔，推的时候要有明显明暗关系，深的地方让它深，过渡的地方让它过渡，逐渐成为一个渐变色。那么这个时候花头要包起来，我们可以用反瓣很多小碎瓣去包，画很多小反瓣，大小有长的、短的、瘦的、深的、浅的，给它补充完整。紧接着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花瓣深度，在画正瓣的时候颜色会更深一点，笔尖尽量多调一点胭脂。继续完善花瓣的这个层次，左上方可以加一些长一点的，继续画长一点的反瓣。记住这个时候这个花头一般会留6个缺口，也就是说在此刻画的时候呢，凸的地方这个花瓣要长一点啊，细的凹进去的地方花瓣要短一点。我们二乔就是两种颜色混合在一起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画正瓣，上半部分是红的，下半部分是粉的。那么粉的正瓣呢，我们继续画大红瓣啊。这个时候呢，要颜色深一点啊，尽量的多深一点，画出这个花瓣的层次感。碎瓣啊，画这种正瓣。有时候我们这个笔呢不够大，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小碎瓣组成一个大的花瓣。这个视频录制的是正常速度，它是有点慢，但是画这幅作品对于初期的学者来说，慢一点，讲解的仔细一点，他收获的会更多一点啊。我们现在画正瓣啊，这个正瓣呢，你看颜色逐渐变深，对不对？正瓣和反瓣都是有区别的，这个区别呢，根据颜色的深浅来变化。我们现在二乔这一部分颜色都特别红，那么它的这种正瓣会比反瓣这个红更加红一点。那应该怎么办？笔尖再多调一点胭脂，如果胭脂不够深的话，我们笔尖可以加一点墨。这个时候呢，一层一层的去画花瓣，不要太急躁啊，画模糊了。这个时候也要记住啊，近实远虚，缺口的地方呢要记得留，凸出去的地方呢花瓣尽量画大一点。接着补充正瓣啊，笔尖稍稍的往下运笔。这个时候运笔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根据你花瓣的走势来运笔啊，画正瓣。接着画下面的正瓣，笔尖稍微的点下去，从左往右推出一个大瓣，然后补出这种白的地方啊，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啊。你看这个颜色有点深，笔尖调了一点点墨。花瓣有的时候画的时候需要做一些细微的调整，比如说这种缺口、这种纹理啊，都要后期调整。有时候一笔达不到，还是在画正瓣啊，一笔一笔的画正瓣。画的时候还是要记住啊，它是正瓣，比反瓣这种红色更深一点。那么这个暗的地方呢，是一个渐变的面啊，并不是一条线啊。有的同学在深的地方画成一条线，尽量画成一个面啊。一个面是由深到浅，由浅到深，是呈渐变色的啊。即使很红，它也是呈渐变色的。接着继续从上面补充小正瓣啊，这个颜色也是比反瓣的颜色稍微深一点点啊。如果你觉得深度不够呢，你笔尖稍微的加一点点的墨。这个时候着重的看细节啊，看运笔。你看这种最外层的我们画的都是大瓣，在大瓣里面的呢都是画碎瓣，画小一点，
有的长，有的短，有的胖，有的直愣一点的啊，怎么样的都有吧，但是不用用多哈，少用一点。颜色不足的时候，我们继续补充颜色啊。接着我们现在画粉色，因为从定位花瓣左右两边的侧瓣我们画的是粉色，所以现在根据花头的形态，我们再补充一些花瓣，让我们整个花头的层次更多一些，立体感更强一些。笔尖还是稍微的补充一点玫瑰红，如果觉得干了，可以调一点点的水分进去。调的时候慢一点啊，调的颜色要饱满一些。画这种花瓣呢，起笔的时候要力度轻一些啊，颜色呢稍微的淡一点点，到笔尖儿的地方是逐渐变深的。其中要注意啊，花瓣的这个瓣尖的形态要有变化啊，如果都是相同的，会显得画面有点单一。花瓣之间的颜色呢，衔接要自然，要有连贯，又要有区分。那么我们连贯的地方呢，衔接的不错，那么区分的地方是白色的地方，那这个地方呢，就需要我们调两者颜色的中间色，浅色和深色的中间色调和啊，切记直接用很深的颜色去切，这时候切的会有一条这个横线不自然。现在要画后面这种大花瓣啊，要画大花瓣。画大花瓣的时候要注意花瓣之间的透视关系哦，颜色由近及远逐渐的变深。那大花瓣这个底部啊，这个根的地方呢，颜色稍微的深一点，可以稍稍的蘸一点点胭脂或者蘸一点点墨。这个笔呢，尽量要选择这种尖毫毛笔，尖儿比较尖，能听话一些，一般尖儿带一点狼毫就可以。我们继续在细节的地方稍微做一些调整，用这个胭脂做调整就可以啊，切记切得太死，轻轻下笔啊，带出一个弧形就可以。要画这种法门正瓣，这个我们用大红色，这个时候用滚笔啊，滚出的花瓣呢不仅大，而且有纹理。一笔不够大呢，可以再补啊，补一些笔触出来。接着调整其他的地方，下笔从左往右滚笔，然后再调整。可以在花瓣的边缘扫几笔，让它形成一个锯齿，这样感觉像花瓣上的纹理啊，特别自然。再把画面上空白的地方稍微的调整一下，用颜色给它填一下就可以。我们接着画大花瓣啊，从左往右轻轻的推，深的地方蘸一点点胭脂，浅的地方蘸的是玫瑰红、牡丹红啊，调成渐变色。那么现在画下面的这种深颜色的花瓣呢，我们需要在笔肚子地方调一点点三青，然后再调玫瑰红，然后再调这个牡丹红，最后是最深的笔尖要调胭脂，补充外面的大瓣。补的时候可以用多笔去补啊，有时候一笔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种纹理的效果，可以多笔，先画中间一个大的，然后两边再补充一下，这样就形成一个大花瓣，而且有纹理的大花瓣。从左往右，从右往左扫几笔就可以啊，轻轻的。这个颜色是粉的，由粉色到玫瑰红到牡丹红啊，由浅入深，一般深的地方就在笔尖啊，稍微的调整，扫几笔纹理出来。再把细节的地方调整一下，这个花头慢一点画出效果，慢一点它这个效果更好看一点。这个时候可以在里面切一个小碎瓣啊，有时候呢一个大瓣表现不了更多的层次呢，就可以在内侧再切一层花瓣出来。现在这个花瓣要追求造型啊，因为在最外层这个花瓣我们不能画平了，我们要让这个花头有立体感，所以外面呢要凹凸有致，不要太圆了，有凸进去的，有凸出来的啊。颜色不足继续补充颜色，再画下面的这种大花瓣，笔尖多调一点这个胭脂，画大一点，颜色深一点啊，
这个层次呢是在更后边啊，所以它颜色更深一点。一般花瓣前后的关系如何去处理的呢？就是用这种颜色的深浅变化来处理啊，浅的在前，深的在后。紧接着我们画下面，这个时候呢要比划啊，这个颜色色性要有一点偏厚，所以我们笔尖还是要调一点三青，然后再调玫瑰红，再调牡丹红啊。如果这个层次缺口太大了，可以补充一点反瓣，从左往右拖一下就出来了。再继续补充颜色，这个瓣呢可以补成这种大红色，要运笔慢一点，表现出这种大花瓣的这种趋势，唯美温柔多姿的这种感觉。细节呢尽量慢一点，调整。再切出一个，从左往右运笔，补充2个小纹理。这个时候要思考，因为这一层花瓣是要尽量让它靠后一点，不要让它和其他花瓣平齐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加大一点。再考虑一下后面可以拿不准后面的花瓣的大小，可以先用手比划一下，你到底要画多大的，这样画出来好不好看，可以提前处理。这个时候呢颜色又不足了啊，继续补充颜色。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补充的是这种三青加玫瑰红加这个牡丹红，因为我们下面花瓣我们要画出这种有一点冷色调啊，让它感觉层次后移的这种感觉。这个时候就笔尖调点三青色，它有一种冷又有一点暖，这个颜色梦幻一点啊。一般我们也可以加一点点三绿。现在补充后面的这种瓣啊，这个瓣呢要稍微大一点，但是不要太大，就是它颜色可以调深一点啊，可以用很多碎瓣组成一个大一点的瓣。这一层是让它空间感往后拉啊，所以花瓣的颜色是由深到浅。一般花瓣这个立体感怎么表现出来，就是要靠这个颜色的深浅变化来体现的，还有一个就是靠花瓣的大小来体现。这个时候可以给它扫一笔这个纹理，让人感觉这个花瓣就是在最后面，书看得清又看不清，若隐若现的。扫几笔纹理，这个瓣不宜太大也不宜太多，扫几笔，有这种花瓣的这种凹凸的这种感觉就可以。切内侧花瓣，切花心现在颜色要深啊，尽量的比反瓣这个红色还要深，这个跟正瓣的红这个深度是一致的。越到花心的地方呢，这个颜色就越深，因为花心可以画得很深，颜色可以画得厚实一点。因为我们要画这种花蕊嘛，花心深的话，画花蕊呢就衬托的花蕊很亮堂。一般我们就可以用很深的颜色平涂一下也可以，由浅到深的去切一下也可以。现在用浅色补充外层的这个花瓣，补的时候也是左边一笔右一边一笔，再切一层。那么这一层切的花瓣起什么作用？使我们花瓣的外形让它错落有致，不要太圆了，有一些花边出来。一般一圈就要6个缺口，5个凸出来的，6个凹进去的，或者5个凹进去的，6个凸出来的都可以。这个是没有定数的，哪怕你3个4个也是可以的。现在这种浅色的花瓣，滚笔从左往右滚，颜色不足的时候呢要去添加颜色。内侧再切一层花瓣，从左往右推笔，滚笔推笔画外层大花瓣，特别好用啊，因为它不仅能推出这个花瓣的这种纹理，还有这个体积感，还能快速的表现这种花瓣的这个弧度啊，所以我们一般都会用这种滚笔，在花瓣上扫几笔纹理啊，再加一个反瓣，那么这个花瓣呢就变成了一个正瓣，对吧？浅色的正瓣。此刻呢我们整体观察花头还是比较圆润的啊，色泽也比较明亮，花瓣的数量也多，层次也复杂也丰富，立体感还可以啊。
这个时候可以收笔了啊，慢慢的收。这个时候收是为了体现整体的这种花头的层次感，只是在细节上收哈，大体的形态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啊。现在就是收这种小细节。有的地方不明显，可以在上面扫几笔啊。这样看呢，这个花头基本上就画出来了啊。现在就差把花心呢，用深的颜色加一点墨啊，去给它切出来啊。切瓣的时候要注意外瓣的造型啊，把外瓣的造型稍微切一点锯齿出来，不要让它太平了，太平了感觉切的太突然了啊。一般会给它切一点锯齿。花围切完了呢，中间花白色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用很深的颜色去填，平涂也可以啊，涂的越深越好。记住啊，细节的地方让它过渡一下啊，过渡完了再涂吧。轻轻的啊，加重一点颜色，把细节的地方边缘处理好，然后再涂。这个时候笔尖可以加一点点的墨啊，加一点点的墨，平涂一下就可以。把外瓣的这个切一点锯齿出来，加深一下这个花心的颜色啊，这样平涂就可以。现在呢是画花心的地方啊，花心我们可以用这个三青画出这种雄蕊啊，一般画5、6个雄蕊的蕊瓣就可以啊，这叫蕊瓣，5、6个就可以啊。花头大画6个，花头小画5个，要注意透视关系啊。一般这个蕊柱呢可以有一点点弧度啊，尽量画出像一个小雪花一样，或者小梅花一样，是有方向感的，切记画的太直了啊，有一点点方向，这说明它有一点点动感。那么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在这个蕊柱上用这个胭脂，现在我们要笔尖上要调一点，用干净的这种勾线笔调这个白粉和藤黄1:1的比例啊，我们要画出雌蕊的蕊头蕊丝啊。这个时候颜色可以稍微的厚实一点啊，因为这个颜色本身有点浅，如果不调厚实的话，我们画出来花蕊亮度不够啊，所以多调一点，厚实一点，像画水粉一样的厚就可以了。分5组，每一组画5、6根就够了啊，5、6根蕊头就行了。要画出方向感啊，这个蕊头要画出方向感。那么这个方向感如何去确定？要根据周边花瓣的趋势，周边它旁边花瓣的趋势是往哪走，那么这个蕊头的趋势就往哪走啊，要顺势而为。一般这个蕊头画成丁字头就可以，你要是实在不会，你就用画点，稍微轻轻的下笔，然后往右拐个弯儿，然后再重一点，就点点，就像点逗号。每一组呢5、6根
7、8根，多一点也没关系啊。因为有的花头比较大，它这个蕊头肯定要多很多层，所以你可以多画一点，显得这个花头更精神一些啊。就像我们平时写字这种逗号怎么画的，那么蕊头就怎么画的，还可以画成丁字头一样。注意透视关系，也是上面的画大一点，近大远小。这个呢，可以先把5组都画几根，先5组全部画几根画出来，然后不足再继续往上添加蕊头。因为有时候你要是局限于某一组，你会把其他的这种透视关系忽略了，这样画出来就没有透视感。所以我们可以一组一组的画，先把每组画完，再一组一组的补充吧，这样画比较好。一般我喜欢先画2头，两边的把大小就确定了，画正前面的，再画后面的，就这样点点点就可以啊，点出丁字头或者点出逗号都可以。点完了之后呢，笔尖稍稍的刮一刮，洗一下，洗完了把水吸干，然后调这个白粉。白粉我们从蕊头的地方向花心的地方拖出这种蕊丝，很细的蕊丝哈，看得见的就拖，看不见的就不拖。用白色勾蕊丝，画成这个样子呢，这个花心已经画好了。紧接着我们要调颜色画叶子啊，画叶子呢用太